What kind of diplomacy, JD, you are speaking about? What do you mean? I'm talking about the kind of diplomacy that's going to end the destruction of your country. Yes, but if you Mr. are not President, strong... Mr. President, with respect.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方竹时间，我是方竹。真是应了那句话，对于政治来说，24小时都太长。当地时间2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原本是展示两国团结、签署矿产协议的会面，但是谁都没想到，最后以一场震惊世界的公开争吵而告终。在见泽连斯基之前呢，特朗普已经改变口风，说不记得自己说过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还说很尊重泽连斯基。之前曾有媒体说，特朗普说泽连斯基是位独裁者，认为他不配在美国和俄罗斯决定其国家未来的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改变口风，明显是在为两个人接下来的会谈做铺垫。泽连斯基来到白宫时，特朗普还走出办公室来迎接他，给他足够的面子。但是谁也没想到，没多久，两个人就在白宫当着众多媒体的面吵了起来，言辞针锋相对，异常激烈。其实双方刚开始的沟通还算和谐，尽管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之间出现了点分歧，但两个人都没有反驳对方，只是陈述自己的看法。期间，特朗普还开了几次玩笑，在场的记者也多次发出笑声。后来的转折点是，万斯指责乌克兰强制征兵，死了很多人，只能通过外交渠道接受停火协议。泽连斯基回应说，过去10年，乌俄双方签过25次停火协议，但普京撕毁了25次。他问万斯所说的外交是什么样的外交？之后呢，双方就前尘往事进行了将近10分钟的激烈争吵。万斯指责泽连斯基没有感恩之心，特朗普不断打断泽连斯基，最终宣布会谈结束。随后呢，泽连斯基及其代表团被赶出了白宫，所有后面安排的程序都一概取消。看到这百年不遇的场景，很多关心国际政治的人的内心也是万马奔腾，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措手不及。10分钟的争吵就如蝴蝶效应般彻底改变了国际地缘政治。不难想象，从2025年2月28号开始，国际政治将走向另一个更复杂的层面。大家或许也看到了那张点击量几百万的照片，就是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克萨娜，在镜头中她频繁以手掩面，说不出的尴尬与无奈，就如同现在欧洲各国领导人的处境。不过呢，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这两个世界级流量网，再一次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成为全世界媒体的关注焦点。很多人都在追问吵架的责任在谁，大家给出的观点各不相同。有一种说法是，这不是争吵，而是万斯挑衅后，川万二人围攻小泽。那你怎么看呢？3月1号 CNN 做了一次民调，谁对椭圆形办公室的争吵负有最大的责任？结果显示 50% 的人投给特朗普， 42% 的人认为是副总统万斯，只有 4% 的人投给泽连斯基，还有 4% 的人认为都有责任。那您认为谁的责任最大呢？方竹是最后的 4%， 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特朗普总统心态急，或许有太多不可言说的原因。万斯呢，脱口而出就是他一直要表达的孤立主义立场。当万斯在2022年成为俄亥俄州的美国参议院候选人时，他在史蒂芬·班农的 War Room 播客上说，他认为美国专注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是荒谬的。而泽连斯基显然是心不甘情不愿来签合约的。据媒体透露，在来之前呢，泽连斯基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保证一定会签矿产协议。卢比奥很高兴，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板。作为负责外交的国务卿，能摆平俄乌战争，这是很大的政治资本。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会谈中泽连斯基没有按既定方针走，而是改变了诉求，要求美国派遣地面部队。他知道特朗普不会同意，但是他还是这样提出了要求。如果他签了矿产协议，可能俄乌双方确实会走向谈判桌，战争也会偃旗息鼓，但是他将承担妥协的责任。他曾誓言要战斗到最后。乌克兰如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泽连斯基不可能在谈判中妥协，这也可能危及他的领导地位，说不定会下台。当然，他是民选总统，除非自己辞职。虽然泽连斯基曾经表示为了和平，他愿意辞职。我想大多数人都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为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希望俄罗斯为入侵付出代价，希望乌克兰人民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但现实和人性都是复杂的。下面我们从3张图片看看会晤过程中的肢体语言和心理表情，看争吵的必然性。第一张图片是白宫门口，特朗普迎接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不远万里前往美国解决乌克兰当前的困境。特朗普总统非常客气礼貌地在白宫门口欢迎泽连斯基，并在媒体面前露出微笑。只是因为深知此次谈判会面临着诸多困难，所以泽连斯基的表情非常的严肃和冷峻，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再来看第2张照片，泽连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特朗普和万斯摆手拒绝。当泽连斯基直接表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一是矿产协议里面的条款对于乌克兰来说十分不公平，自己不能签，因为一旦签署后，自己就会被乌克兰人民所抛弃。希望美国方面收回矿产协议，或者改变里面对于乌克兰不利的条款。2呢，希望美国能够带头给予乌克兰援助更多的资金和武器装备，好让前线的乌军收回被俄军占领的阵地，然后再伺机组织反攻，彻底打赢这场战争。从照片来看，泽连斯基在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双手交叉环抱在自己的胸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样的肢体动作意味着2层意思：不自信和自我保护。特朗普和万斯听了泽连斯基的讲话后连连摆手，特朗普是右手摆动，万斯则是双手同时摆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就是2个人对泽连斯基言论反感的表现。再来看第3张照片，第3张照片是特朗普手指泽连斯基放出狠话，泽连斯基摊手以示抗议。特朗普和万斯对于泽连斯基的要求表示了明确的拒绝，对对方显然不满意，表示既然如此，那么他也无法保证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对此，特朗普也不再客气，直接给出了警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泽连斯基双手在低处摊开，既是对特朗普的示意，也是表达了无声的抗议。特朗普方面当着那么多的记者的面，右手的手指直接指向泽连斯基，而左手则握成拳头的样子。很明显，这就是心理学角度上的警告。如果泽连斯基仍然不听话，那么美国将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所以大家不难看出，从肢体语言到心理表情，似乎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也有很多人注意到，最后是一位记者解了围。他问，如果停火后俄国再次进攻，美国打算怎么办？这也正是泽连斯基的忧虑所在。这个问题非常好，可是在当今的局面之下，谁能够做出保证呢？或是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呢？还是那句话，对于政治来说，24小时都太长。关于俄乌战争，不想多说，谈立场，谈正义，谈情怀，谈悲悯，似乎都太难了，空间有限。相信每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认知和良知。3年战争，数百万人逃离，数十万人死亡， GDP 大幅缩减，山河破裂，这就是现在的乌克兰，悲伤而凌乱，就像奔走在欧洲大地上的泽连斯基。俄罗斯1.4亿人口，
乌克兰3700万人口。乌克兰前线的军人平均年龄是43岁，兵源在哪里？维持战争的费用又在哪里？战争的尽头又在哪里？欧盟吗？方主想说的是，世界至少存在2种样貌，一种是人们塑造的样貌，一种是它真实的样貌。可现实中的我们常常在这2种样貌中迷惑或者走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提醒，泽连斯基是否参与有关俄乌冲突的谈判不那么重要，还表示对于结束冲突，泽连斯基根本无牌可打。说到泽连斯基根本无牌可打，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泽连斯基几种备受瞩目的结局预测。一，在无尽的压力和困境中，他或许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这一切。这一选项的可能性约为10%，毕竟只是少数人的意向。二，神秘力量的介入，导致他遭遇不幸的概率为20%。国际政治复杂多变，这一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三，战火的终结，直面俄罗斯顽强对抗，他有可能在激烈的冲突中不幸身亡，这一风险约为10%。战争的残酷无人能预料。四，政权的更迭，国内势力的涌动可能将他推下总统的宝座，迫使他流亡海外，这一可能性约为15%。政治的风云变幻往往出人意料。五，游击的抗争，虽然看似不太可能，仅有5%的概率，他或许会选择深入俄战区，以游击战术继续战斗，这将是非常英勇却悲壮的选择。第六，再续辉煌，这是最为乐观的预测，他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成功连任总统，继续引领国家前行，这一希望高达40%。乌克兰民众和更广泛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支持和期待，或许是他最有力的后盾。有人说，泽连斯基的未来如同迷雾中的航船，方向难定，但每一种可能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光辉。您的想象，泽连斯基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说出您的想法。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别忘了订阅、点赞方竹时间，也敬请您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方竹的下一期节目。再次感谢您，也祝您一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周再会。